波尔黑这个国家有多憋屈。你说它是内陆国吧，嘿，人家还真有条海岸线，少是少了点儿，也就几十公里，但你就说是不是吧？但是呢，这海岸线有跟没有没啥区别，为啥嘞？因为有海岸线呢，却不能随意的出海，想要出客还得看别人的脸色，人家同意才能出去，够憋屈吧？那为啥波尔黑会碰上这个情况呢？今天秋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波塞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简称波尔黑，位于巴尔干半岛中西部，与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黑山接壤，国土面积约为 5.1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53万人。海岸线对一个国家有多重要，不用多说了吧？现在想和国外的人做点小生意，搞一下海运贸易，不都得用到港口吗？那这个时候有海岸线的就能自己造一个，没有的那就得借用一下别人的。当然，这肯定不是免费的，那毕竟哪一家好人能让你白用呢？人家收点手续费不过分吧？而且手续费那给多少还是人家说了算，说高了你连反对的权利都没有，就问你要不要用吧。如果本来呢就是内陆国的话，那还好，毕竟天生就那样，想改都改不了。但总有些倒霉蛋，要么就是本来就是沿海国家，结果呢被打成了内陆国，要么就是海岸线是有，但这有跟没有一个模样。而波尔黑就是第二种情况的倒霉蛋，它是有海岸线，但是不多，只有24公里。在地图上不仔细看呢，还会以为波尔黑就是个内陆国，没想到吧，人家不仅有海岸线，还有唯一的港口涅姆港。然而有海岸线又有港口，波尔黑却没有出海自由，这是为啥？其他国家的海岸线动辄成千上万公里的长度，就波尔黑海岸线才24公里。但有人就奇怪，波尔黑这么短的海岸线究竟是怎么来的呢？答案很简单，是邻居送的。说到波尔黑这个国家吧，估计很多人都是一头雾水，那也是当然，毕竟波尔黑这个面积才几万平方公里的小国，在国际上也就是没啥话语权的小透明。说到萨拉热窝，估计很多人都想起来了，因为一个倒霉蛋被杀而引起的一战，就是在波尔黑的首都萨拉热窝发生的。再一个呢，就是南斯拉夫，当年在铁托的领导下，波尔黑和几个兄弟弄了个组合出道，还取了个名字叫南斯拉夫。一开始吧，他们的日子过得还不错，经济发展的好，赚的也多，虽然有点小矛盾，但有铁托在还能管得过来。那时也不讲究谁的海岸线，都是大家的，要用也是大家一起用。然而铁托一去世，日子就变得有些不好过了。先不说经济问题，就那些矛盾不仅压不下去，还越闹越大，甚至大到无法调解的地步。没过几年南斯拉夫这个组合就不行了，大家伙开始像苏联一样，挨个收拾好东西，要各自分家。而波尔黑就在1992年宣布独立，只不过因为邻居克罗地亚独立的比他早，南斯拉夫的海岸线有 90% 都被克罗地亚给包圆了，波尔黑甚至被克罗地亚半包围，只要独立，妥妥的内陆国。然而没想到的是，克罗地亚像是大发善心似的，在自己漫长的海岸线里拿出了24公里送给了波尔黑，让他勉强构成了沿海国。让什么的都见过，就没见过有国家还会让海岸线的，甚至因为让这段海岸线导致自己领土被分割成两半的，他就是克罗地亚。不是那好好的海岸线，克罗地亚不自己拿着，为啥要拱手相让给波尔黑呢？其实这样说起领土源头，波尔黑拥有的那段海岸线呢，以及涅姆港自古就是波尔黑的，是能找到历史源头的。不过就算如此，克罗地亚要是真想强行占了不还，波尔黑打不过也没什么办法。可是克罗地亚却没有这么做。原因吧，就是因为涅姆港的价值实在是太小了。第一，涅姆港因为离自家半岛太近，导致水位线很浅，大型船只压根就开不进这里。其次呢，涅姆港的出海空间太小了，周边的水域被克罗地亚的佩列茨沙半岛以及其他半岛阻隔，如果没有克罗地亚的允许，波尔黑的船只压根就进不去，也出不来。而它的海岸线和港口有或是没有，还有什么区别呢？但就算价值小，那自己放着不用，也没必要让给波尔黑吧。这就不得不提到当初在独立时，因为波尔黑内部的穆斯林、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这三族人呢，因为各种矛盾和利益打了一架，而克罗地亚呢就曾经支持过波尔黑的穆克两族。碍于这个情面，克罗地亚就不愿意在这段没啥价值的海岸线上跟本来就占理的波尔黑起冲突。克罗地亚让出这段海岸线呢，也不是没有坏处。先不说自家的领土被一分为二，而且南北两边想互通，还得给波尔黑交过路费。不过克罗地亚修了座桥，又把两段领土连接在一起。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麻烦各位看官，你发起的小手来点赞关注呗，咱们下期再见。